还记得我们好几年前的美巡，很多人在听了完我们的演出以后，就来问我们说：“哎，请问台湾好像是南岛的发源地，那你们的原住民的文化的议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间音乐会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窗户打开，可以跟外界交流和沟通。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when this orchestra goes on tour, meaning goes outside of Taiwan, then we are some kind of ambassador. So we go out of Taiwan and have a message. First of all, we are a very good orchestra. Classical music standard in Taiwan is very high. We are representing this.那请雨晴这边帮忙写一封信好不好？就是贴在眼尾群组，跟他们讲一下。就说，因为就是应该就是说，那个美巡的签证申请跟上一次比起来的难度高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是让行政人员跟团员脱钩去做申请，那越早拿到越好。其实做美国的巡回，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100个团员加上行政人员，然后要在很短里面做巡回，其实它就是一个打仗，你的部队好多人很多这样子。那它的困难在哪里？我觉得这次是特别困难，是它是疫后的第一次，因为通常我们的巡回都要规划2到3年。可是这个美巡好像有在谈又没在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疫情有没有结束。团员现在那个疫苗名单，对，现在到底能不能去？1剂老师他已经打1剂了。那打1剂的可以怎么样？他会在出国前再去打第2剂。对，所以就没问题。然后有没有 match 那个排班的名单？对吗？喂。在整体经费上，什么东西是能省，什么是不能省？那对我来讲，演出效果是不能打折的，它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会多一些时间让大家调时差，因为湿度不太一样，很多乐器是木头做的，那或者是弦乐器，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人要适应，乐器也要适应。这是竖琴的弦，我们有47条弦，所以每一条弦都要准备2、3条，因为我们47条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断，所以任何时候都可能某一条弦就啪就断了，所以这个弦一定要在我旁边，那我随时可以小声的换，或者是说可以等到下一首曲子再换中场之类的，就是要立即判断。所以像我们借的琴，我都还有请人，请我的朋友也是职业竖琴家去现场去试，他还录影，就是有几台选择，他录影每一台弹给我听，然后他自己也给我一些意见，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是在量厚度的，有时候天气比较潮湿，它会变得比较不好吹，我就会想办法找出地方，看哪里可以再削它。其实我们应该要不能太费力的就吹出来，可是如果有时候给的气，它发不出声音来，就要检查。我也是在绑竹片，这是不能吹的。为什么不能吹？因为竹片应该要有开孔，这是竹片裸体的。这个大支很多。竹片是要放在那个弯管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外面要有一点保护，然后可以让它比较不会漏气。这个绑线的速度因人而异，对，因为簧片是有生命的。你看现在是没有嘛，然后这很厚有没有？那我就会把它剪开，然后先弄成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我就绑完了。对，其实这样子很快。对，我们单片，所以它需要一个吹嘴。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吹嘴，然后放上去之后，再像他们那样，我们这个叫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做手工，我们是叫系统家具，都好了，我们要套上去，多好，哎，所以我们拿起来基本上已经是成型的了，我们只有稍微厚一点、薄一点，稍微微微的磨一下就好了。你这批其实我都是可以用，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预约用这一支，我觉得 OK 了。但是今天下午下雨了，天气不好，然后我等一下要去试音的时候，我发现糟糕，这边不行。那你就会发现这一票都不行，因为他们都已经拿出来，然后接触到现在的空气转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簧片主人就会开始这样焦虑。管乐器是的演奏家，他蛮靠口水的润滑的。那其实到了那边他没有口水，他其实很难掌控他的演奏。那像这个我们都要先想好。那乐器也是，我们会考虑到什么乐器是可以从台湾运过去的，可是大型乐器没有办法运过去，当地可不能借，可不可以租？可是租借乐器的品质是不是能够掌控？那再来就是在最后在当地的住宿的安排，然后交通的时程会不会塞车啊等等，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就是说所谓 tour manager 要掌控的。所以到打到离这边更近，这边。所以应该是要住在比较downtown的人。有一句话是小提琴之神海菲兹他说的，他说1天不练琴，我自己知道；2天不练琴，乐评家知道；3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其实对音乐家来讲，练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我们现在跟乐团出来练习时间很少，我还是希望就是每天可以
有自己的一点点小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的状态维持在最好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铃木一郎的日常，就是那个棒球选手，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从什么拉筋啊，然后重量训练啊，然后这个投球啊，就是打击这些，他每天就是在做这些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成为这个职业生涯最长的棒球选手。那其实演奏乐器是同样的，就是它其实有一些部分其实跟运动员是一样的。我需要透过一些方式去维持我的能力，这样。要我1-2天没有拉琴，真的有点困难。我承认我不是那种就是每天要练这10个小时，然后超级认真的人。可是真的，一长时间没有拉琴，我觉得就好像缺了一块什么东西。手感，包括指甲的长度、手的感觉，然后包括我的茧的厚度，我只要1天没练，我可能伤口就复原的那个手感，抖音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每天一定要固定练琴，才会保持在巅峰的状态。我们都是练好各自的 part， 然后去演练的时候就是所有人一起，除非有特别有什么地方特别困难的，我们才会说，我们来对一下。可是要看场馆，所以要调也是一样。所以到那个场馆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演练这次练完要休息，我们就会开始走过去说刚刚那里要怎么样，然后这里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有的比较厚了，有的比较薄，所以会偏高了偏低。所以我们在调说，看他要不要吹厚一点，我吹薄一点，或者他吹亮一点，我吹暗一点，把那个声音调整成一个圆这样子。可以协助我一下吗？来。拍手拍手。可以。耶，开箱。哦，好美，真的是 11。
timpani once more, please. 1, 2, and up. Yes, yes, okay, good. Then, before the ponticello, please. Cello, you can be more ponticello. Yes, 45. Yeah, 45, yes, that we get this. And also, then when we get, there was one more ponticello. I would do the beginning, very beginning. That's all, really the dangerous color, ponticello, a little bit more. Yes, then the first violin. So when we say from Formosa, we want to show something about Taiwan. And so we have a couple of ideas in our program built in. So Taiwan being an island surrounded by the sea, so we have 3 works which deal with the sea, with this element which is so important for Taiwan. And many peopl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a. So our musicians have a profound feeling and can play this music even when it's written by a German composer or a French composer. They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New music is also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much on the upbeat in Taiwan. So we have Kujia Chen, and she wrote a piece specifically for this occasion. 这次为台湾国家交响乐团创作的这首管弦乐曲《潮生潮落》，我把这个管弦乐团当作像是一个立体的音乐水世界的概念。因为在海洋里面，我们进到海水里面，你是整个都被包围住的。在曲子的前半段，你不会听到特定的旋律或者是特定的节奏，有一段是就是大家混合在一起，造成一种很像是你在水底，然后海水在你耳朵旁边捂住的那个声响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交响乐团很特别的是说，大家团员们在音乐情绪的反应上跟指挥的那个互动是非常的直接跟快速的，所以彩排完之后，我就可以听到说，乐团演奏出来的不同的颜色效果、声响效果，那个丰富的程度就很满足我在还没听到之前我脑中的想象。Good. And then pay attention to your F, because the piano has the F. 学音乐这条路非常辛苦，但是音乐不是说你练了10个小时你就可以更好。很多时候除了自己本身的实力以外，也是需要很多的运气，然后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这些都是很多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Sing. I wanted you to think about the idea of singing, right? Have you heard Spanish people talk? They talk with a lot of gestures, right? And I think we can also apply to the music making. It has a lot of flavor, right? That's what you love about the dance quality and the singing quality of the violin. And I wanted to just encourage you to think in that side, yeah?
这次我跟 NSO 国家交响乐团还有 Maestro Jun Marco 一起合作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那因为这首曲子4个乐章几乎是没有间断的，所以不像是我们一般所谓听到协奏曲是快慢快3个乐章，但是反而这首曲子是慢快慢快。那这首曲子运用了非常非常多苏格兰的民谣。他是一位德国作曲家，但是他没有去过苏格兰，但是他可以把苏格兰的风情写得这么丝丝入扣。那这印证了说，我们其实音乐无国界。一个台湾人可以演奏很好的德国音乐，一个法国人可以演奏非常好的犹太音乐，西班牙人可以演奏非常好的美国音乐。那我觉得音乐是在一个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个地位上面来做沟通以及交流，所以这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大使。所以透过音乐这种软实力这样子的一种沟通，我觉得是最直接，然后也最可以打到心里面的契合以及沟通。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安排在美国巡回的曲目上面是非常非常适合。Yes, you too. Looking really cool. And keep smiling. 我跟 Paul 第一次认识是在国小，就我们比的那个台湾弦乐团的比赛，然后那一次他是第1名，我是第2名，就是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很优秀的一个，从小就拉得很好的天才，也知道他一直在美国奋斗，然后很努力，拉得非常好。他可以把音乐讲得很有哲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值得我学习的。我从小的标准就很高了，就是往独奏家的方向走，然后而且就是从小就被拿来跟这些传奇大师比，所以应该说我定目标定得很早，所以我就一路往一个很遥远的目标梦想去迈进的那种感觉。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出了一场车祸。当时其实撞到我们其实是一个小巴撞到前面的油罐车，那个油罐车爆炸，说不定我现在也不在这了。那时候是伤到颈椎嘛，颈椎管手的神经，所以我那时候是躺在病床上躺了2个礼拜，因为医生就是不确定说我到底伤了多严重。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个念头是我可不可以拉琴？我第一个念头并不是怎么办，我全身瘫痪了。对，我第一个是我要拉琴，我还要怎么办？我这样怎么拉琴？我到现在都还就是神经还是异常，感觉神经还是异常，就是碰到之后还是会痛啊。对，但是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它没有影响到我的反应，所以我后来我还得到一个国际大赛，等于说用了我一辈子的这个手的这个留下这个不可逆的这种伤害，来换得我的对于音乐的一种体悟吧，就是再次拾回我爱音乐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害羞，也不太懂得怎么用语言跟人家沟通。但是当我夹了琴，把弓放在弦上，开始演奏，大家就安静下来，然后非常专心的听我演奏。对于这种专注力，然后我居然不需要用文字就可以把大家的注意力聚集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喂，那怎么样？我已经到那个华盛顿 DC 了，你听得见吗？はい、ひなちゃん、おはよう。はい、おはよう。Hello。嗨。我们家狗都好吗？哎，我应该先问候你们。哎，你们两位都好吗？我每次跟狗讲话都会高八度。嗨，哦，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好棒哦！啊，你们有跟他讲话吗？哇哇！我们同事也有小孩子的，那在机场听到娃娃声，有人的小孩哭，妈妈们都回过头看，都觉得听到有小孩的咳嗽声就想到。我儿子有点生病的时候，那他还好吗？哎呦，爸爸妈妈也想你呀！爸爸妈妈还想你呀！小宝贝，棒棒的。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让小孩来机场送我们？对，结果后来我们的决定是 no， 不要让他，不然我可能会爆哭。你洗衣机会弄吗？不会哦，哎。没关系啦，我已经帮你洗好、烫好了，然后都放在柜子里了啦，你再自己弄吧。你在干嘛？你想下来玩一玩呢？好啦，妈妈吹长笛给你听好了，在。喜欢吗？在乐团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小螺丝钉一样，其实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也是在这几年慢慢的，你要观察你的同事，他们前面这一句怎么拉，我们可能就要学着模仿他拉，或者是他感觉是在一个问句，那你就要回答他。那这种其实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像在说话，在交流，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排练之后也会同事啊互相聊天啊，互相了解对方的个性，你就会比较知道说，他这样子拉的时候是想要代表什么，那我或许可以怎么样的回应他。
I have really lovely colleagues, which they definitely help a lot. And they've helped me settle in and feel comfortable, so I can play also very comfortably and show my qualities and in a natural way.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a lot.我们是吹独奏的，所以我们可能霸道一点，就是我这个地方的 solo 我想要这样。但是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在这边吹这么久，你一直都是这样，他们可以听得出来你想要干什么，会跟你，然后整个就是我唱，然后他们跟，然后融合，然后再丢出来给别人。那我觉得在这个默契上面，就是一个国际上水准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慢慢的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大家都有默契。Taiwan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The NSO, founded in 1986, is also known as Taiwan Philharmonic,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best orchestras in Asia. Tonight, I think this performance also highlight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Taiwan, and that is Taiwan is not just a headline of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today. We are also an island of culture, beauty, and art.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good evening, Madam Ambassador. It's a great pleasure and it's an honor for us,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to be here first time in Washington, D.C. And we are on tour, and our tour is kind of a mission for us. Our mission is to make this island and its people personal, to connect to now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tivate those link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ose who have a love and a connection to Taiwan already. I'm personally very relieved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can share universally now is art, and not simply the tremendous stress and unknown and anxiety that flowed from the pandemic. Now, if you've been involved with classical music for many years, you know that some of the finest musicians in the world are trained and grow up in Taiwan. So as Americans, as citizens of culture, we are the great beneficiary of the investment that Taiwan has made in its creative artists. 在音乐这个领域，其实我们代表台湾，但是也不只是在音乐的领域，而是我们透过音乐这件事情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台湾的所有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整个NSO出去其实是一种台湾的代表队，我们带了台湾作曲家的作品，所以代表的是台湾的创造的能力。我们有一流的人才，那包括我们所有的团员。与其说他只是因为用音乐来沟通，不如说，我们用文化来成为一个台湾的代表。
当初是 NSO 的这个 CEO， 他跟我提到有没有机会让 NSO 来纽约演出嘛？他们接到了华府的这个在甘乃迪中心的邀请，然后他们也要去芝加哥。我想任何一个团已经到了华府，然后还有机会去芝加哥，他绝对会想到来纽约。那来纽约就2个大的地方嘛，一个 Carnegie Hall， 一个 Lincoln Center。那更有意义的是，这个 Lincoln Center 这个完全重盖这个 David Giffen Hall。我那时候听到这个灯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像是一个那种我们传统观念里面那种在欧洲宫廷的大的水晶灯，因为我们从小念 chandelier 就是水晶吊灯，就是这个嘛。结果它是一群灯，如果我没记错是53个灯，那它叫 fireflies， 就是像萤火虫一样，因为开演前跟中场结束休息后要重新在表演前下半场之前，那以前他们会把整个灯关暗再打开，那他现在用这个 fireflies 像萤火虫一样，它可以不一样的 formation， 不一样的形态，也可以同时在不一样的时间跟状态下明暗，我觉得很有趣啦。这边有一间，还有那边有一间，然后那边也有休息室。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那么它超越了种族文化还有国界。那么这次我们特别荣幸能够成为台湾爱乐在美东巡演的赞助厂商，不仅能够让我们海外的华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来自台湾的文化底蕴，而且能够让我们台湾的软实力跃上国际的舞台。这次拉德布西的海，就里面有一小段的给首席的 solo 的片段，我是觉得他那个曲子很有画面感，而且他的和声的运用跟那个气氛的掌控，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体验。总监这次的主题就是认为台湾是四面环海。然后，所以他希望以这样子的主题，所以他想要把这样子的 idea 带来给美国的听众，这样。我最喜欢台湾的东岸，就是台东、花莲，那个光下去海上的那个闪亮，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就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上有那个感觉，想要表现出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亚洲人演西方的传统音乐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包括很多表情的这个海，我觉得是 NSO 来表演，是我们可以表现得出来。
德布西这首曲子当中，就是很多的旋律真的就像海在流动，然后是非常的流畅的。刚好在这个乐器当中出现的时候会有一种澎湃的声音。所谓的台湾声音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每一位不同作曲家的不同角度，然后去传达出说就属于台湾的面貌跟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巡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形象去带到这一个地方，然后让这当地的人去认识说，哦，这是台湾乐，这是属于他们的面貌跟他们的声音。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really warm welcome you have given us. We have such a joy to play in this hall for you. In our tour, we have given our tour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tle From Formosa. Formosa is the old name of Taiwan, coming from Portuguese, and translated, it means the beautiful one. So this island is really a very beautiful island and has very friendly, welcoming people. So please come and visit. Ye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our donors, the sponsors, and the volunteers. And this event will not come true and successful without your support. With that being said, let's welcome NSO. 在这个 club 里面，其实我们的经文处很认真的，还有 Friends of Taiwan， 他们邀请了很多他们平常互相往来的这些各国的使节，或者是驻这个芝加哥当地，不管是州立或者是城市的重要的官员、议员等等一起来参加。那主要也是所谓的接风啦，让 NSO 的团员可以感受到特别冷的芝加哥，特别暖的人情，同时也是让我们可以跟在地有更多的交流。我认为在艺术里面很像没有完美这件事情，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有这种耐心跟这种毅力，可以每天一直不断的反复练习，就是很像我们的头脑很像有一个完美的境界，是我们还永远达不到，但是很恨不得自己有一天是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如果你对于你做了一件事情没有喜爱，没有那个爱的话，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累赘嘛，就是每天要例行公事做一件事情。那你今天上台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感觉了。那其实观众都感觉得出来呢。你上台的时候，你整个在音乐当中的那种投入感，跟你有没有享受舞台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Thank you.这几年间，包括陈瑞、郑宇谦，然后俊文就是其实很多音乐家，尤其是小提琴就刚好这几年就是小提琴家特别的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我是觉得大家应该要互相合作，然后互相扶持。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国际间的经验跟累积的这些实力跟人脉，能够带给台湾，让台湾可以牵起线来这样。其实 NSO 一直是不管是对国内的演出的环境的努力，国际市场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古典音乐是一种跟人沟通的语汇，它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我们要自我提升我们自己的量能，目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国际社会做有效的沟通。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讲说，我不拉琴，我一定还是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乐了。我就觉得我生命会有一个拼图就缺了一块的那种感觉，因为音乐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我血液里面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很幸运可以用小提琴代表我的声音，然后跟全世界去做交流。我是周如琪，这个是小号，我吹小号。这是短号，我是吹喇叭的。我是小号副首席，今天演奏的是短号。所以记者只来下晚上的这个排。达讲一下你今天拍摄重点。You are the man. You are the man. 这个。对，最重要的。对，什么乐器？双簧管。